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兜兜。萧炎看着被铁链绑着的干枯人影，好半晌后开口问他是何人。那人自称妖民，说自己是九幽地冥蟒族的族长。他近乎哀求地看向萧炎，只要救他出去，萧炎要什么他都答应。萧炎不为所动，因为据他所知，如今九幽地冥蟒族的族长似乎是一个叫做妖啸天的家伙。听到妖啸天三字，妖民双眼瞬间血红。他是妖啸天的亲生大哥，原本他才是最为正统的族长候选人，族中众多长老也是偏向于他。结果妖啸天那个杂碎暗中给他下毒，令他实力大降，再出手击败他，最后将他封印在九幽黄泉之底，让他日日受阴寒之力，熬体之苦，连死都做不到。妖民告诉萧炎，九幽地冥蟒族族长的信物九幽冥杖在他这里，拥有九幽冥杖就是真正的族长，只要他能够脱身，并且解决掉妖啸天，他就是新族长。妖民被封印时仅仅只是终极半圣，但经过这数百年的黄泉之力熬炼，他的实力已经达到了2星斗圣。只要他能重见天日，体内斗气就能迅速恢复，达到鼎盛状态。而以妖啸天的天赋，想必现在也就是1星斗圣左右。不过九幽地冥蟒族的大长老是他的亲信，如今应该也是1星斗圣。当年就是他帮着妖啸天，才将自己重伤并封印在此。妖民紧盯着萧炎，只要除掉这2人，九幽地冥蟒族就是他掌控，到时候萧炎便是他的救命恩人，他有任何要求，自己都将倾力而为。萧炎眼光闪烁，如果妖民能掌控九幽地冥蟒族的话，3大龙岛的阴谋必将破裂。但萧炎对妖民的了解太少，他信不过他。萧炎紧盯着妖民，说自己可以救他，甚至还可以帮他夺回族长之位，但前提是妖民自动放开灵魂，让他设置一个魂印。若是妖民敢撒谎骗他，萧炎便引爆魂印，到时候就算他是斗圣强者，也会受到重创，从此实力再无法精进。只有这样，萧炎才能相信他。妖民一想到自己这数百年受到的苦，猛地一咬牙，就照萧炎说的办。他现在只想将那个杂碎碎尸万段。设置完魂印后，萧炎问妖民，这边的黄泉血晶去哪里了？黄泉血晶一般近1000年才会凝聚出巴掌大小一块，而这里的黄泉血晶全都被妖民吞噬了。拿到妖民吐出来的黄泉血晶后，萧炎心情非常好，连忙问妖民该怎么救他出来。困住妖民的是铁链尽头的黄泉阴石。妖民告诉萧炎，铁链和山体的连接处有一个机关，只要将它击碎即可。黄泉阴石受阴寒之力淬炼无数年，坚不可摧。好在萧炎有一火，很快就将机关击碎了。妖民封印破开之时，冥蛇地脉中的妖啸天立刻就感应到了，他的身形一动，消失在王座上。他绝不会让妖民有翻身之日。萧炎救出妖民后，塞了瓶丹药给他，就带着他离开这里。他们一回到湖面上，就看到彩铃被人打得倒飞而下，半空上一道黑衣人影悬空而立，这个男子正是妖啸天。妖民眼睛赤红，今日他定要将他碎尸万段，丢进万蛇窟。妖啸天并不觉得被关押了数百年的妖民能打败自己，他怨毒地看向差点坏自己大事的萧炎。萧炎让妖民尽快恢复斗气，妖啸天交给他就好。随后萧炎脚踏湖面，身形出现在妖啸天不远处，这是他进入斗圣以来第一次和同等级斗圣强者交手。妖啸天能猜到萧炎背景不小，但今日谁都救不了他。一股阴冷的气息在他头顶汇成一道足有1000丈庞大的巨掌，萧炎袖袍一挥，一片火海缠上巨掌。妖啸天眉头一皱，施展出黄泉指，整片空间瞬间崩塌。看到妖啸天施展出天阶斗技，萧炎立刻施展出大天造化掌，眼看黄泉指被大天造化掌尽数吞噬，铺天盖地的寒气自妖啸天体内暴涌，一条1000丈庞大的黑蛇出现。化为本体的妖啸天施展出九幽地冥蟒的镇族斗技之一黄泉大印。妖民看到天空上的黑色巨印，连忙让萧炎小心，若是被黄泉大印镇压的话，会被直接封印在九幽黄泉之内。当年他就是被这一招暗算，才受了百年之苦。黑色巨印穿破空间，出现在萧炎头顶上空，将萧炎砸进九幽黄泉之中。就在妖啸天大笑之时，黑色巨印被震得倒飞而出。
巨大的金色人影将一朵四色火莲狠狠地甩在妖啸天的舌头上，妖啸天的身体不断响起爆炸声，金色人影狠狠地踩着妖啸天所化的巨蛇，蕴含着异火的拳头一拳拳砸了下去。就在萧炎准备打死妖啸天时，九幽地冥蟒族的大长老带人赶到。萧炎将异火弥漫脚掌停在妖啸天7寸左右的位置，而后他抬起头看向天空上九幽地冥蟒族的强者。九幽地冥蟒族的长老下令让冥蛇卫抓住萧炎。萧炎脚下的妖啸天陡然爆发，强行挣脱开束缚。他双眼血红地望着萧炎，下令所有长老100万蛇大阵杀了他。眼看萧炎被围困住，妖啸天突然转过头，让不远处各部落的首领先回去，这里的事由他亲自来解决。一道冷笑声从圣剑中响起，妖民出现在半空中，冷笑着说：妖啸天莫不是想再度神不知鬼不觉地将他解决掉？望着那张和妖啸天有些相似的脸，九幽地冥蟒族的长老都有些不可置信。不是说妖民族长修炼走火入魔，最后陨落了吗？妖啸天和大长老对视一眼，连忙让各位长老不要被骗了，这人必然是故意装成妖民的样子，想要让族内动荡。但妖民曾经的亲信很确定这就是妖民本人，他们连忙说这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。妖民笑着说出自己被妖啸天和大长老联手毒伤并封印的事。不等妖民自证身份，大长老就迫不及待地出手，想要杀人灭口。金色萧炎直接挡在妖民前面，和大长老的攻击硬碰在一起。妖民嘲笑大长老实在心急，随后嘴巴一张，一柄半丈大小的九幽冥杖出现。看到失传100年的九幽冥杖，所有的长老眼中都涌现狂热。相传在冥杖中有最精纯的九幽王族血脉，若是九幽地冥蟒族能够拥有这些血脉，将会大大延长血脉稀薄的速度。妖啸天脸色阴沉，难怪他找遍所有地方都找不到九幽冥杖，原来是被他的好大哥吞进了肚子里。九幽地冥蟒族的长老们顿时分成了2个阵营，听到支持妖民的长老要自己交出族长之位，妖啸天和大长老对视一眼，同时出现在萧炎面前，想要以最快的速度解决萧炎和妖民。这2人一个一心斗圣中期，一个一心斗圣后期，萧炎不敢小觑，连忙将金刚琉璃身施展到极致后，又施展出萧族族纹。萧炎的实力眨眼间暴涨到一心斗圣后期，他仰天大笑，直接双拳对4掌。最终在萧炎右手大天造化掌，左手地印诀的5印合一下，妖啸天和大长老都被生生震退，体内血气翻腾。大长老咬牙切齿地说，他来对付萧炎，让妖啸天找机会把妖民杀了。恢复了大半实力的妖民缓缓走出，感受到妖民2星斗圣的实力，妖啸天和大长老脸色苍白。妖民对着萧炎缓缓行了一礼，这次大恩他铭记在心，等他解决了妖啸天这个杂碎，日后就算是九幽地冥蟒族，他都愿意和萧炎共享。说罢，妖民转向妖啸天，他要将自己这100年之苦全部归还给他。而在妖民动手间，萧炎也出现在大长老面前。大长老明白今日他们的大势已去，一想到这么多年的努力全都付诸东流，大长老心头满是愤怒和不甘。此时妖啸天的惨叫声响起，大长老心头一跳，没想到妖啸天竟然这么快就败了。此时的妖啸天如同一条死狗，被妖民一脚踩着心脏部位。妖啸天一脸恐惧的求饶，说当年自己也是被大长老引诱才做出那些事。妖民当年是真的将妖啸天当作亲兄弟，若是妖啸天不背叛他，族长之位迟早都是他的。妖啸天感受到妖民的杀意，眼中闪过一抹狰狞。就在他准备自爆时，妖民眼神一寒，手掌直接狠狠地插进妖啸天脑袋中。妖啸天的气息和血脉波动彻底消失。妖民握着他的腰丹，眼中闪过一抹悲切之色。虽然大仇得报，但手足相残本就是天地间最悲惨的一事，所以他的心中并没有太大的快意。收起妖啸天的尸体后，妖民便看向大长老，接下来该轮到他啦。大长老知道，若是自己落到妖民手中，下场会比妖啸天凄惨无数倍。他猛地一咬牙，身体陡然膨胀，直接施展出魔蛇天爆，无数条漆黑的能量黑蛇出现，它们一接触地面便消失不见。萧炎没想到这老家伙如此果断，直接抛弃肉身，将魔核藏在分体内逃逸。妖民下令搜查万里之内，一定要将大长老那老鬼给搜出来。
刁民在九幽地某莽族本就有着不弱的威名，如今又直接斩杀了妖啸天，他的凶威足以震慑所有族人。刁民将这些事情吩咐完后，转身拱手向萧炎道谢。这番大恩他无以为报，但不管怎样，他都必须要给萧炎一些报答。刁民让萧炎不要急着拒绝，他说的报酬，萧炎一定会感兴趣的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豆豆就讲到这里啦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